在貴州鳳岡的深山峽谷裡，竟隱匿着一座龐大的神秘建築。它緊緊嵌於懸崖縫隙之內，後方是深不見底的山洞，洞口被高大的石牆嚴密封閉，四周數里荒無人煙，唯有山巒與寂靜作伴。想要抵達此處並非易事，必須乘船穿越蜿蜒的水路，方能接近這處絕壁間的秘密。如此龐大規模的建築，究竟是何人所建？在此處有何目的？是隱秘基地，還是避世的居所？今天就跟隨鏡頭，我們一同去揭開謎底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樂。今天我來到貴州鳳岡縣的大山裡面，那座神秘建築，它就在我身後的崖壁之下。我們來到这裡之後啊，看到前方就是一片汪洋，唯一的一条道路现在已经被河水淹没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能乘它进去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去看看它裡面啊到底是做什麼的。這個位置呢，它以前是通公路的，可以把車開到前方的山腳下。那個神秘建築就在上方的峽谷裡面嘛，只不過現在是一片汪洋啊。我們把這個小船給它弄下來，真的費了很大的勁，因為上面這條公路現在已經廢棄了。我們是把車停到最頂上的村莊裡面，我們走下來應該有4公里左右吧，走了1個多小時，因為這個船真的是太重了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就乘這個小船進去看看這裡面它到底是做什麼的。馬上我們就到了，看到那個地方有石梯，就是以前留下來的神秘建築，就在上方。我們走上去應該沒有多遠了，馬上就到了。我們馬上到了，找個地方靠船，我們從這裡吧划過去，靠到邊上去。還好這個地方現在是冬天啊。但是夏天來的時候，我感覺這個地方會有很多蛇。你們看這個石梯已經完全被水淹沒了。現在我終於上岸了，我們把船停在這裡，看着沒有多遠了。我們划了差不多20-30分鐘吧，可能是我們划船的技術太差了。現在呢，我們就上山去看看它裡面到底是幹嘛的。我們上山的路呢，它全是這種石梯路，只不過路上雜草叢生，這個地方應該廢棄很久了。我們看到前方這梯子啊，它竟然是懸空的，下面還有水流下來，這個水就是從上方的山洞裡面流出來的。這石梯上也是長滿了苔蘚，它以前這兩邊應該是有護欄的，只不過現在已經被拆除了吧。快到了。那個建築就在這裡面，上面就是垂直的崖壁，這高度應該有50來米，看起來非常的壯觀了。當時光是修建這條路，應該都花了不小的代價，何況就是上面的那棟房子了。不知道在這個深山裡面搞這麼大的一個建築是幹嘛的？它剛好就鑲嵌在那個岩縫之間，後面就是山洞，太神秘了。它這上來這些梯子啊，都是懸空的，這邊就是承重的框架。現在我走了一半的路程了，我就是從下方這裡走上來的，看着沒有多遠了，它應該就200米左右吧。上來全是這個石梯路，路還是比較好走的，只是路上有很多的雜草樹木。還好現在是冬天了，要是夏天來這裡真的很嚇人啊。現在是冬天嘛，這些蛇已經冬眠了。這種地方蛇最喜歡待了，因為比較陰涼嘛，這個地方比較涼快。哎呦，終於到了，就在這裡，就是這棟建築，鑲嵌在岩縫之間。下面這個平台，它竟然是懸空的，而且這裡有一條溪流。我在這裡啊，聽到很大的水流聲，這上面好像還有一個小瀑布。我們現在上去看看。我們終於到了，就在這裡。
太神秘了。它這個牆体的銀色跟这個岩石差不多，要不是通过无人机啊，真的发现不了。在这个深山里面，现在我们进去，这边上有很多的泡沫，一大堆废弃的泡沫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大门，完全废弃了。这下面就是它的平台，小平台，下面是悬空的，边上已经破损了。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啊，它一共有5层，每层有3个窗户。这个墙体已经显得非常的斑驳了，应该是废弃很久了。而且在右边，这里还有一个瀑布，只不过现在水流比较小，因为现在是冬天嘛，是枯水期。我看到上面还有一个水塘，我们上去看看有没有魚。哎呦，哇，這個水很清澈，真正的山泉水啊！它就是從上面這裡流下來的，上面就是一個山洞，這才是真正的山泉水啊！這個水喝起來它非常的甘甜。我們通過窗戶來看看裡面，這裡面有很多雜物。我們看到牆體上還有電線，以前這個地方它居然是通電的，上面還有鐵架子，這應該是放空調外機的。哇，這個地方不知道幹嘛用的。你看門口這些樹已經長這麼大了，這個地方我感覺最少廢棄有10來年了吧。它邊上以前這裡是有護欄的，大部分都已經破損了。你們看這裡的風景，太舒服了。這附近也是沒有人居住的，有人居住也在最上面去了，幾公里之外。非常的安靜了。現在我們到內部去看一看，看看裡面是什麼樣子。這邊上還有一個小房間，這可能是以前的門衛室吧，就是保安室。這裡還有下水道的排水管，但是都已經破損了，這裡面都長樹了。我們先看看第1層，這邊有一個小房間，這是廁所。邊上就是銀幣，哇！你們看，這裡面亂七八糟的，很多的廢棄的瓶瓶罐罐，哇！這是幹嘛的呀？我們繼續往裡面走，這裡面還不冷，比較暖和。我們看看右邊，這裡面就比較寬闊了。這地上有很多的這些膠管，這個好像是注射用的，還有這種針管。哇，這裡面到底幹嘛的呀？我們看看這邊，這裡面有很多這些泡沫板，還有一些水瓶。真的是一片狼藉啊！這裡面，我們到2樓去看看。它以前這裡面是有電的，你們看電閘還在這裡。這裡面好黑呀！它左邊這裡就是岩石，因為這裡面是一個很大的山洞嘛。這個地方要是一個人，我還不敢進來。今天我們是2個人來的。這裡就是第2層，它每一層都有標號。我們進來看一看。哇，進來之後有很多這種小格子，它外面都是貼瓷磚的，但是這些瓷磚已經被破壞掉了。這裡面是幹嘛的呀？不會是養竹鼠的吧？哇，嚇我一跳！這裡有一雙手套，真的把我嚇一跳。這種小格子有可能是養竹鼠的。滿地的這些瓷磚碎片，
它這種房子啊，都是沒有装修的，全是这種毛坯房。但是規模還是挺大的，因為它一共有5层嘛。我們看看這邊，這裡面也是有這種交管。這邊也差不多是一樣的，我們就不過去了。我們上3樓吧。這裡面還有掃把。我看到這個地方有很多這種瓶瓶罐罐，我們來看一下，這上面好像有字，寫的是水霉淨。水霉净是幹嘛的？我們上3樓吧。这裡就是第3層，我們看到上方還有一個圆孔，邊上這些電線已經拆掉了。我們進來看一看，這裡面有很多這種大池子，這個池子看起來是像養魚的，這裡面應該是養魚的，有點像洗澡堂的那種澡堂子，就是泡澡的地方。它的裡面也是贴了有瓷磚，底下跟邊上全是瓷磚。這3樓保存還算是比較完好的，沒有給它破壞掉。我們看那個地方，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瀑布。我們站在3樓來看看外面。哇，這裡太舒服了。好，現在我們去4樓吧。它每一层这邊上都是有排水沟的，因為它這個池子裡面需要放水出來。看3樓這個規模，這應該是養魚的，但是2樓那個小格子就不知道是幹嘛用的了。這裡有很多這些破損的玻璃片。這上面也是有那種瓶瓶罐罐，上面也是那個水霉净，你看都已經锈迹斑斑了。好，現在我們上4樓，滿地的這些破損的泡沫。我們來到了4樓，4樓邊上的牆壁都已經破壞掉了。我們進去看看。這地上什麼東西啊？感覺像什麼糞便，是老鼠的糞便嗎？因為它已經太久了，被那個水打濕了，看不出來。哇，這裡面也是很多這種格子，但這個格子它比2樓的要大，而且都有編號的，418、417、416，它都是有編號的。左邊這裡還有一個房間。哇，真的是一片狼藉，滿地的這些注射膠管，太嚇人了，真的。這到底幹嘛的呀？養魚需要用到這些膠管嗎？你們看這裡面還有很多這種針管還沒用過的，用那個包裝袋給它包起來的。我們去外面看看，這些格子裡面都是有泡沫的，滿地的泡沫。我們來看看這下面，這下面它也是這種小格子，只不過它有2層，但是全部被破壞掉了。它上面這裡有1層，然後下面還有1層。滿地的這些碎片，
這個地方不知道廢棄多久了，感覺這些瓷磚是被人為破壞掉的。你看這些破损的玻璃。我們到边上那裡看看，走在這裡面呢，踩着一些碎片，嘎吱嘎吱的。它每一层都有這種瓶子，上面寫的就是那個水霉菌。一會兒我去查一查那個水霉菌是有什麼作用。裡面都長草了，這邊上還有少部分的钟乳石。我們看看這外面，这裡就是那條瀑布。這邊上還有果實呀，我看到紅紅的果實，這應該是不能吃的。好，現在我們去最後一層，就是第5層，看看第5層有些啥。這裡面還挺暖和的，這個山洞裡面它還真的是冬暖夏涼。夏天這裡面肯定很冷，但是冬天的時候它就比較暖和。這裡就到頂了，這頂上就是岩石了。這上面聽到很大的水流聲，這裡還有水滴下來，它就是从岩石上面滴下來的。我们上來看一下，哇，這5樓就比較大了，前面還有很大的空間。我們先到這邊看看。這上面這個池子好深啊，我們先上來。哎呦，哇，像那個蓄水池，這個深度應該有4、5米。這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，超級大。然後這邊上是有3個，這裡面就是山洞了。我聽到很大的水流聲，我們進去看一看。我們看這上面也是有很多糞便，這不是老鼠吧？老鼠的糞便應該沒這麼大吧？這不知道是什麼動物的。哇，這個地方剛才這個東西嚇我一跳，它掉了一塊磚頭在這裡。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池子。這下面也是有個小水塘，這水好清澈，但是我沒有看到有魚啊，什麼都沒有。這裡還可以下去，我們下來看一下。哎呦，這個好漂亮啊！這應該是上面滴水，然後給它滴穿的，像一朵花一樣。這前面還有水往裡面流出來。這後面就是山洞了，可惜被一堵牆給它攔起來了，我們就進不去了。這個牆的高度應該有6、7米，爬肯定是爬不上去的，必須要用梯子才行。很可惜啊，不知道裡面山洞有多深了。這裡面可能有魚哦，這個山洞裡面。哎呦，我們看看這邊，這裡也是堆了一些碎石塊，什麼都沒有。這邊上這裡白色的是啥？這好像是廢棄的燈具吧？這是。哇，為什麼這個地方要砌一堵牆呢？我好想進去啊，但是沒有梯子，我們進不去啊。哇，這上面好高啊，我感覺最少有40、50米吧。這裡還有一塊很大的鐘乳石，不知道這個山洞裡面是什麼樣子。現在我們到這邊來看一看。哇，這裡面好多泡沫啊，很多都已經破損了。你們看這個泡沫，它是被那個水滴爛的，水滴石穿，果然是真的。
石頭都能跌爛，何況是這個泡沫了？為什麼需要這麼多泡沫箱啊？這拿來幹嘛的呀？而這下面呢，有很多蝙蝠的糞便。夏天的時候，這上面應該掛滿了蝙蝠，只不過現在一只都沒有看到。踩在這上面軟軟的，這些全是蝙蝠的糞便。這下面也是有這種小格子，我們走這邊吧，我怕這泡沫裡面藏的有那些破損的那些玻璃。這應該就是養魚的吧，它那些泡沫板就是用來保溫的。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山洞，就是出水的地方。我們出來看一看。哎呦，哇，這個地方比較窄呀，它邊上也是有護欄的。我們來看看這邊出水的地方，這個山洞，它就是從這裡流出來的。這裡是一個小山洞。這個地方的規模還是很大的，當時不知道花了多少錢了，因為它這上面這些材料就是靠員工啊或者那個索道是搬運上來的，因為它不通車路嘛，車只能開到山腳下。這個地方我感覺最少投資了上千萬吧，不知道後來為什麼就廢棄了，很可惜啊。其實這個地方養魚應該還不錯的，養那種冷水魚，因為這後面有山洞，它也是有水的。剛才那個邊上那個小山洞，它也是有水的，這上面水源還是比較充足的。我還是快點出去吧。說實話，這裡面一個人還是挺嚇人的。我朋友他已經出去了，因為這裡面走啊，他在山洞裡面，他有那個回音，總感覺後面有人跟着。哦，終於出來了，還是外面舒服一點啊，在裡面挺壓抑的。其實它這個地方的環境很好的。有山有水，而且這個地方還有瀑布。我們走完之後，我感覺這裡面它應該是養魚的，就是養中華鱈和娃娃魚那些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廢棄了呀。說實話，花如此的代價在這個地方，現在廢棄了還是挺可惜的。今天呢，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。